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军事武器哦，高层现在刚刚聊到了解放军的高层震荡哦，但是山东舰则是迎来的是它的歼35跟小飞盾的现身，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来关心到的是近日传出的有关于山东舰现在进入在南海的一个海军基地的这个前船坞里面来进行维修的工作。不过呢，现在有一个是来自于中航工业沈阳所做的一个证实说。歼35的舰载机已经具备了它有弹滑兼容的能力，意思就是说呢，它能够在福建舰采用电磁弹射起飞，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它另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山东舰上面滑药板甲板上面来进行滑药式的起飞。军事专家也这边特别做了一个分析，它可能就是在进行歼35隐身战机的适配性的一个改造。舰长如何看？首先你要知道，这个飞机从这个叫做什么航母上面弹起来的，它的决定的是什么？就是我这架飞机，我的翼面积这么大，我要到达这个速度，这个空气能够支撑我起来，这是它的一个重点。那是注意两个，就是第一个，你跑多快；对，第二个，你的翼面积多大。你去看，因为开始设计可能认为歼35是没有办法在滑跳着起来的，一定要底下拉一个那个叫做弹射的蒸汽弹射也好，电磁弹射也好，有一个瞬间就给它加速。但是这个如果山东舰你说我们改成这个有一个这种弹射的话，那是做梦。那你干脆重造一次好了，它整个是8前，你以为只有上面一个像橡皮筋弹的，它整个肚子里面全都要跟着改，所以这是不可能。所以只有可能就是说，歼35是不是可以从滑跳上面，在比较其他的，就是推力少一点状况下起来呢？我仔细研究一下是有可能的。为什么？第一个，你看F35是没办法的哦。对 ，F35只有一台引擎。歼35有2台引擎，那这个一台引擎是推力是19点几吨，这个2台是13到15吨，就这2个推力是大于它的，基本上可以，就是它可以瞬间冲，它可以冲到更快。第二个就是它的飞翼的面积啊，它的飞翼的面积哦，F35是43平方米，歼35就中国这个歼35是62平方米，所以当我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支撑的时候。好比说，我的速度在时速300公里，我就能够撑起来。F35可能要到360公里才能够撑起来，因为它的翼比较小。所以从这2个比较之后，我相信经过他们的计算也好，或是实际上可能跑了一次，发觉真的可以。那就因为一开始你不必到这个船上去试，它都有一个陆地的一个基地，就在那里试。起来，万一没有飞起来，那至少还在陆地，还可以再降下去。到海上去，他觉得他是可以。所以他就这样子想说，我们是不是叫这个山东舰上也让歼35上去？那歼35上去，你知道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因为航母就是海上的移动机场，不是航母多厉害，航母根本没用啊，是那个飞机多厉害。那以前的是非隐形的，那你一飞起来，人家就看到了。那现在你换了一个隐形的，飞起来很远看不到，飞到很近你才看得到。这个时候它打击力就可以距离目标很近。叫做进阶的资源打击，所以它的战力会提升的。但是它重点都跟山东舰的关系不大。山东舰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它的技术维修，因为不同的飞机上去，你要有技术维修的人，要有那些装备，要有那些后勤料配件。它在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好，我们刚刚看到是解放军在这个海空上面战力上面的提升，那空中的战力其实还有另外的提升，就是有关于等一下请干哥带我们来看到的是霹雳16这个小飞棍的这种飞弹，能够为歼20带来这个战力有多大的提升？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因为呢我们现在来看到是解放军最新，它有一个官宣的影片是在庆祝歼20首飞15周年。那从这个影片上面可以特别来关注到，我们也列出来说它的一些性能，包括它有一枚的外形极度平直，看不到传统弹翼的一个空对空飞弹，那大家就把它军迷啦，把它取名叫做小飞棍。所以香港的01这个媒体也特别做了分析，他们认为这个小飞棍就是大家熟知已久的霹雳16吗？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霹雳16，请导播来 take 一下哦，它的射程突破300公里，能够使
歼20得以在这种超音速巡航之下，对敌方的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等高价值的目标实施远距离的打击。那它的主弹仓的部分，歼20可以做多大的提升？原本它只能挂4枚的霹雳15，未来可以达到6枚的霹雳16。干哥怎么看？好，你简单介绍一下，霹雳15就是把这个印度的标风战机打下来的工程，叫霹雳15。所以我们都知道说霹雳15很厉害，对不对？不过歼20只能够带4枚啊。那其实老实讲一句，那在美国的 F-22啊，因为他们两个是空中的假想对抗者 ，F-22跟歼20两个要对抗。那如果歼20你只能够带4枚性能非常好的霹雳15，那但是这个美国的 F-22它可以带6枚的 AIM-120，也就是先进中程防空那个空对空飞弹。那这样子的话，那所以才会衍生出我们是不是要发展另外一种飞弹？那这种飞弹呢，我们可以装进6枚。它的技术在哪里？它的技术就是我不要飞翼了，我不要飞弹的弹翼，把这个弹翼，大家要知道，弹翼在整枚飞弹的中间会有4片弹翼，尾部也有4片弹翼。你把它都收起来的话，那我的弹仓是不是就可以放进更多飞弹？对。那我没有弹翼之后，我要怎么攻击呢？因为大家要知道，飞弹在开始发射阶段的时候，它初速是2倍音速，到最后决战急杀的时候，它可能到4到5倍音速。你没有弹翼哈，那我可以跟你讲，你的流体力学就不见了。这飞弹要怎么攻击啊？结果他们现在说没有，现在已经有划时代的向量推力喷嘴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歼16是使用向量推力的喷嘴，可以改变方向，然后再过载，就是说它过载已经超过它本身所能够，简单讲一下，就是机力已经超过它自己飞弹本身能够承载的负荷的极限。没关系，由电脑来解决。大家听到这边有一点已经像星际大战了，像科幻小说了，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电脑做得到。所以我一直在看这个霹雳16啊，我心里就在想，都没有弹翼哦，美国人搞过，结果是什么？失败。你现在真的霹雳16，你真的要做没有弹翼的飞弹吗？而且它的攻击模式是什么？你知道？它竟然可以打300公里，这个我更惊讶。300公里有多远？大家知道吗？类似像以前美国的最厉害的 F-14身上带的凤凰飞弹都没有打那么远，你可以打到300公里。他说他采用的方式是什么？他的采用的方式就是，他在飞到中间一半的时候，他会熄火关掉，到最后剩下20公里重新点火再打。我觉得那个现在我想起来的话，这可能会比星际大战的飞弹还要厉害。所以大家就想到，霹雳16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话，它如果真的能够装上歼20去进行空战的话，那 F-22你要小心了。可是我觉得有技术资料出来了，就等于是说这件事情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就像你一直不相信有歼36、歼50，它真的飞在天上，我也不用告诉你，我也不用发布，就真的飞到成都的这个你的脑袋顶的时候，你是真的看到了，是一般老百姓发现的。所以你怎么能够不相信中国它有能力跟实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像小飞棍，也就是霹雳16这样的飞弹呢？不过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刚刚舰长讲的，就是说你要把山东舰改成可以飞歼35哈，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在技术上面做不到，好吗？干脆造一艘新的还比较划算。因为山东舰跟辽宁舰都没有电磁弹射，所以它们的功能是一定的。那自从福建舰有了电磁弹射之后，它后面都会是电磁弹射，它的飞机才能够满载。满载很重要，没有满载怎么打仗？所以你必须要把福建舰，你必须要把辽宁舰跟山东舰看作是它进阶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改山东舰，让它可以飞歼35的话，那个叫什么？那叫强人所难，不要做这种事情。我相信，中共高层他也不会这样做，习近平也不会这样做。为什么？我造一艘新的船快得多。好，其实呢，美军这个要担心的，它的 F-22要担心的，除了刚刚干哥帮我们特别讲的有关于歼20加上霹雳16之外，其实呢，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说，他们真正要担心的，其实不是只是霹雳20，是双座版的
不只是歼20，还是双座版的歼20S 才对，因为它被赋予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其中它的第2名的机组人员是可以负责这种高强度战争的指挥、控制、管理，甚至做无人机、有人机的协同作战，打击美军的航母。聂老师怎么看？哇，这个太精彩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小时候喜欢玩军，你知道哈，歼20不是歼20，是歼20S。我先讲一下啊，刚刚我们都知道5代战机，美国2种，这边这个中国大概2种，很巧。当然这个有点仿效了 ，F35对歼35，好，我们不谈这个。那歼20有所谓的 F22，大家也知道，都是5代战机。F22有没有双座？没有，曾经想做双座，叫 F22B，没有成功。他们讲有3个原因。他们在设计第1船之后 ，F22说，空间设限，空间设计好像不太好做。这是第1个考量。第2个说，隐身的考量，一旦做大了，可能没办法隐身。第3个更扯，叫做技术的隐忧。第1个有考虑他们技术要做，那还有一个是2个人以后的配合的技术有问题就否决掉。中国做到20S 是双座直立式。我跟你讲哈，我们在财经里面教1+1大于5，我们讲并购嘛哈，2个人合在一起，一个夫妻娶一个先生娶一个太太，生下3个孩子就是5个，1+1大于5，2个人在一起绝对大于5，你知道为什么？第1个非常清楚，第1个很重要，他如果是单座，他有单座的设计，单座比较小，就是他做空优还有快速拦截，一个人反应够快，引力够好就好。双座不一样，第1个它非常重要，而且中国是第1次做到的双座的这种所谓的隐身战机，它可以打电子战。第1个人开飞机精准，他就是照他的这个技术。第2个跟他做充分配合，就像都丢原子弹，当时也要是2个人啊。第1个到点的时候，第2个要去分析，要去检测它的最好的地点。他重点要做什么？要做电子战。这电子战它要控制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网络控制，他在飞机上要控制无人机，你开飞机的人不可能在这时候控制，他要控制无人机，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双战。这时候呢，可以做到什么？就是精准打击，这非常精准，而且讲不好，因为什么1+1大于5？因为他一架飞机就控制了好几个无人机，不就超过5个以上？所以这样子会造成美国未来在 F22真的凌空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危险，因为他是双人，他1个人在飞，另外1个人人靠人有。第2个，他可以用精准打击，甚至控制旁边的无人机，他对地对海都可以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精准打击的效果。那你觉得美国会有很大的威胁？我觉得这绝对是会的。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